各位，欢迎来到新的一部影片啊！我终于又回到恒春半岛啦。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恒春半岛比较内陆的一个地方，叫做门马罗山。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用一系列的这个草原，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小灌木，然后相思木去组成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景点。那风景其实蛮辽阔，很漂亮。不过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呢，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这边了。那我一回到这边之后，马上一个很熟悉的感觉，立刻就迎风而来了，就是这边到处都有了牛屎的味道。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牛只会在这边放牧啦，所以四周其实地上就会有很多的牛便便。那个味道就一直随风过来，也算是我对这个地方一个很经典的印象吧。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不对，下午4点半左右。那距离日落应该还有2个小时左右。那我就准备要在门马罗山这边来度过一个下午，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漂亮的风景啦。OK。我刚刚呢，其实原本是很担心的，因为我已经在门马罗山这个山头上已经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找到让我想要拍摄的风景啦。我觉得刚刚我应该是已经陷入了一个，就是有时候当我回到比较熟悉的地方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个状态，我的脑中会一直浮现某一些我已经拍摄过的，就是我已经做过在这个区域已经拍摄过的那个构图、那个景象，就是它会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让我觉得说，那这个位置好像才是最好的位置。我如果没办法找到比那个位置更好的位置，那我的拍摄就没有意义。但是问题是我又不可能去回到原本的那个位置，然后做出一模一样的构图，然后拍一样的东西，因为那样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很努力的去找其他的地方去做拍摄。那有时候难免回到这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就会陷入这种状态。不过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当阳光的角度开始越变越低之后，四周原本一些隐藏起来一些景色，也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比如说我的身后这个呢，是一个以前应该是就是吉普车越野吉普车留下来那个车道啦，就是以前吉普车会在这边去开，然后就留下来这个道路现在已经禁止吉普车进来了，所以这些车道就慢慢的复原，被草地覆盖。那可以看到，现在下午斜射的阳光这样子照射下来，就让这个车道旁边的偏坡产生了一个长长的阴影，就在这个画面中形成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S 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线。这个曲线的尽头呢，就是远方的那一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山，就是满洲那边的某一座山吧，好像是三台山吧。金色的阳光，然后这个 S 型的阴影的曲线，我觉得就形成了一个有点抽象，然后让我还蛮喜欢的一个景象，一个构图。但我其实不是非常确定我这样拍摄就是最后结果能不能成功啦。不管怎么样，我就还是赶快来做拍摄，就希望这会是一张回去之后也让我非常喜欢的相片了。好 ，OK。不过这张相片呢，我可能会需要多拍摄几张不同的对焦的相片，然后回家再做景深的合成。因为我现在用的焦距其实是比较长的焦距，如果我不这么做，不拍摄多张的话，那景深会太浅，那就会远的东西不清楚，要不然就是近的东西不清楚。好 ，OK， 来，首先第一张对焦在近处的阴影，第二张对焦在中间的草坡。第3张对焦在草坡的尽头，最后一张对焦在远方的三台山。那么我把相机稍微往前面一点点移动了一点，
到另外一个位置来去做拍摄。因为呢，我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呢，我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除了我刚刚拍摄的那一个以前的吉普车的车道之外，远方看过去，我还可以看到就是有点尖尖的那个三台山的那个山头。那么我眼前的这个景象真的是非常戏剧性，因为比较靠近我的前面的这边，这个门马龙山的位置已经被阳光给照成非常漂亮的金黄色了。然后草原上面满布的小小细细的那个草枝啊，看起来就是很柔软。然后比较远的地方看到是笼罩在阴影里面的三台山，然后还有远方的那些棱线。我觉得整体而言就是一个真的非常戏剧性，然后很有趣的一个景色，所以我就准备要来拍摄了。那我刚刚已经把我的镜头给换成了2070的这个镜头，那现在用的是大概50 mm 的焦段，因为我需要用比较广一点。我希望这次不是去捕捉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阴影而已，我希望去捕捉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大的画面。那前面就装了一块偏光镜，就这样子而已，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好，那么就赶快准备来拍摄，因为随着阳光的角度越来越低，其实这个阳光是越来越弱的，我要把握时间，赶快去做拍摄。好 ，ISO 100 F10 快门1/15秒。静态的，对，这个，对，好，我先忙，现在在拍，对，对，没错，最后的光线，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可以看到我眼前呢是远方的沉醉在夕阳里面的大尖山。落下的夕阳照亮了大尖山的西侧，整个天空的云彩也被照成非常漂亮的金黄色。那就在几分钟前呢，其实我可以看到大尖山的山脚下的森林还有草原，其实也是金黄色的，被阳光照成金色，非常漂亮的一个色彩啊！我原本是打算要赶快来捕捉的，但是很可惜我没有赶上，因为刚才后面有一群那个来赏鸟的鸟客，然后跟他们寒暄一下之后，结果我自己就忘记了，我就来不及了。不过没关系，现在的景象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漂亮啊，只是比较小的问题就是，因为可以看到我的面前比较靠近我这个凸起来这一座山，跟远方的大尖山其实都已经基本上大概有7、8成都已经是沉睡在阴影里面了。那远方的云朵跟天空则还是非常的明亮，所以现在其实明暗的动态范围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要拍摄这个景象呢，我就势必须要去拍摄几张，应该是拍摄2张啦，不同曝光值的相片，然后回家再去做动态范围的合成。那么第一张呢，我会先以天空上的云朵来作为曝光的基准来做第一张拍摄，然后呢，接着我会再拍摄下面的在阴影里面的这些山。好 ，OK， 第一张 ISO 100 F8 快门1/8秒。第二张 ISO 100 F8 快门1/4秒。哇，好短暂的一个下午啊！哦，这个下午就这样在这个小山头上面，就这样到处找风景，然后很快就过去了。哦，而且我刚才忘记讲到，刚刚我其实跟那一群就是在赏鸟的那群游客寒暄的时候，然后刚刚好就是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说有看过我影片的一个人，算是一个观众吧，就跑来找我，然后跟我说，他就说他有看过我的影片这样子，他就认出我了啦，这样，哇，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没想到。像我这种小小的频道，居然也有被认出来的时候。这个下午呢，其实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有拍到满意的相片，不是很确定啊。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仅仅是爬上了这个熟悉的这个门马罗山，光是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让我还蛮满足了，就是那个熟悉的感觉，然后这个还是一样很美的景色。我知道我刚刚在拍摄的时候，好像讲起来好像我觉得这边景色没有多漂亮一样，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找不太到比我之前拍摄的相片还要更漂亮的景色，所以我才会这么说。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是个非常值得四处探索、四处拍摄的地方啦。那么现在呢，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我已经差不多要回到我的机车，然后骑车回到恒春市区
去吃个晚餐，然后就找地方休息，然后就准备继续隔天的拍摄了。哇，真的是很短暂的一个下午啊，一下就过了。好啦，那我们就明天见喽。突然就开始下起雨来了，哇！还好我有带伞出来这一次。不过伞其实主要不是给我自己撑的，是要给你们，就是要给这台录影用的相机撑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相机是有防滴防尘，至于用来录影这台相机的话是没有的，它可是不能碰水。那我现在呢，今天早上我又再一次的来到了佳乐水海滩，然后我准备要在这个地方来去寻找今天要拍摄的风景。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是准备要日出了，大概距离日出等一下最后10分钟左右。那我已经沿着佳乐水沿岸走了一段路了，那现在我就要把握时间下到海滩，去看看能够捕捉到什么漂亮的风景。谢天谢地，雨停了，要不然一只手操纵相机，一只手拿雨伞，真的是好辛苦我刚刚呢，其实是下到了佳乐水这边的一个叫做蟾蜍岩还是青蛙岩的地方啊，算是这边的一个佳乐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奇岩吧。不过我刚刚在蟾蜍岩那边走了一下，然后呢去看能不能有拍摄的东西，但是我发现蟾蜍岩那附近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潮水的位置的关系，然后再来还有也是因为今天往东边看过去的天空的关系，今天的天空虽然我能看到云层之间透出了一点点金色的色彩，但是云层有点太过浓厚，然后那个云层的分布，我觉得也是有点，就是显得有点杂乱，所以我就有点难找到能够去就是很好的衬托青蛙岩，很好的去衬托蟾蜍岩的一个位置。那正当我正在很苦恼着，就是思考着我要在哪里做拍摄的时候，这时候我就看到了往南边看过去的天空中，就是有已经被日出的色彩染成红色的高云，就是一丝一丝的，然后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就决定要用那些高原当主题来做拍摄。但是我立刻马上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主体能够去衬托这个天空。我如果单纯只是拍摄天空的话，那就会变得非常的无聊。那我就直接拿个长镜头拍摄天空就好。但我不希望这么做，我希望是能够拍摄到一个完整的风景。所以我就爬上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风化的砂岩上面。那么我之所以会选择我前面的这一块砂岩来去做构图呢，其实是因为我前面的这块砂岩的它的形状、它的形态真的是长得非常的特别，它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波浪一样这样涌上来，就是那种大浪，然后有那个浪尖啊，然后一个很流畅的一个线条吧，就真的像是一个被石化的波浪一样。然后搭配上前方的中景跟比较远方的远景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我觉得很丰富的一个层次，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构图一个样子。那么跟昨天一样是，我也是需要去拍摄几张不同景深的相片，然后回去之后我才会再去做景深的合成，让这张相片能够不会有失焦的问题啊，就是我能够有更完整更深的景深。那第一张对焦在近处的菌状岩，第二张对焦在中间，第三张对照在远方的礁岩上。
啊，我不确定你们看不看得出来，但是呢，现在我的面前是一片已经被阳光给染成非常耀眼、非常明亮的这个天空。那颜色已经逐渐从金黄色去转成现在已经有点亮白色了。那我现在镜头，我是把它移动到了刚才我拍摄的沙眼的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我刚刚对着南边拍摄的位置啊，现在在南边啦。那我的面前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应该是下雨之后的积水积在这个砂岩上面，那就让这个砂岩多了很多的，算是多了很多的细节吧。然后这些积水又会去反射出天空的倒影，就等于是为我的前景，然后还有天空去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呼应。那我在前面装了一块偏光镜，然后还有一块渐层减光镜，因为现在的这个天空跟我的面前的前景的那个明暗对比真的是非常的大，那我必须要用渐层减光镜来去把天空稍微做一点压暗。但是和昨天一样的是，因为我光是靠渐层减光镜是没有办法去把天空跟我的前景的那个动态范围差距弥补起来的，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去拍摄几张不同的动态范围的相片，不同曝光值的相片，回家再去做一个合成。那第一张，先以天空的曝光为主。ISO 100 f11 快门1/50秒。第二张以前景为主 ，ISO 100 f11 快门1/4秒。哇，真的又是一个好美好的一个早晨啊！我已经不知道在我的影片里面讲过多少次这个词了，但是我真的得说，很美好这个词真的是非常适合用来去作为我的影片的结尾啊，尤其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拍摄完日出的早晨。我其实也不是非常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有拍到真的让我满意，真的回去之后我会非常惊艳的相片，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光是身在这样子的大自然的美景里面，然后看着这个美景，看着这个日出，我觉得对我而言那种放松感，那种看着风景的那种愉悦感，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真实，然后就已经很足够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真的会这么喜欢风景摄影的原因之一啦。那么我想这部影片到这边应该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那待会呢，我就要回到恒春市区，然后去吃一顿早餐。然后可能再休息一下吧，回到背包客栈休息一下。因为说实在，我昨天其实是睡得很差。我明明这一次就是睡背包客栈，可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却睡得比睡帐篷还要差。真的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还蛮累的。那我想，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去帮我留言，然后帮我按个赞，或者帮我分享出去。哦，对了，忘记讲到，如果你有觉得这部影片可能节奏上面有一点点跟以前不一样的话，那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去留言让我知道。因为其实我现在正在很努力的在调整我的影片的节奏，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或是有些观众，他其实有跟我说我的影片的节奏，他有时候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可能节奏太慢，或是影片太冗长，所以我现在在试着做一些调整啊。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就是比较慢的节奏，然后这种轻松的感觉是算是我的一个个人特色，所以我其实正在努力的拿捏。那如果你对我这次影片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去让我知道。那么我想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